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杨紫微博符号的不同，真的和肖战有关？莫名其妙的偶然事件过多，两人的命运堪称绝妙。在嗨星期六被拒绝后，姊妹一天换了不规范的陈旧符号，第二天微博也换了过去的符号。过去的标志是粉丝超过3500万的粉丝政府援助，这一次他被之前拍摄的动作照片所取代。白色绷带裙与小精灵棒相协调，假设这个图像充满了感觉。生日那天，战哥还拍了一张比较有环境感的小精灵住宿的照片。俊男劲女真的是太有魅力了，战哥和姊妹家的小工作室也完全合情合理。在姊妹录制《嗨星期六》的新片场电影中，小工作室将孙燕姿的第一天命名为 BGM。这种风格有没有感伤或记忆？你喜欢他是我的神一样的对象。显然，孙燕姿是战哥的艺人。就在曾璎珞打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余数的时候，紫梅和团队同样为他演唱了他的神物孙燕姿的 Cobbler。我真的可以把我的灯借给你。更何况那个生日也是战哥第一次有团队来表扬自己的生日，是那么的欢快，那么的开心。战歌城市美食青岛部分，萧公时的 Vlog 紫美地主旋律答案被命名为朝向开始，让我们聚集在这里分享我们的童年。战哥也同样在玉的那一天圣一行搞定了，又是紫美地生日，战哥就给他弹了该死。在时间停止的那一刻，日复一日不孤立，一天的一切都会变成虚拟。我们干脆说别问怎么样，只有2个工作室迷恋，这样才会更有道理。小工作室，尽管距离劝你一生一世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但战哥和紫姐之间的歧视和玄学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无法抗拒这种冲动，卑躬屈膝。此外，詹姐和紫美地高级风格搭配也普遍出色，几度相似。战姐在微博之夜宛如一位骑士，静静地监视着公主的身后，给紫美整条睡裙。随后两人对视一眼，真是太可爱了。星光奖上，那一次是战哥进阶场合的主要亮相，姐姐那分明的欢呼声给了他足够的精神毅力。旋律中冲突的曲子出现在观众面前，向紫美走去，甚至在观众面前，尽量不要吝啬支持他，为他做2个小时。我相信这对夫妻直到生命的尽头都能像小精灵一样闪闪发光，一起漫步在永恒的花街上。看完这些，你觉得肖战和杨紫是不是很般配呢？01以小明星身份亮相的杨紫，在团结中见证了她的成长。最近热播节目已经被推，但现在已经不是老戏骨了，而是一些艺人作为年轻的明星被带入了这个世界。比如《沉香如碎花》中的女强人杨紫，《星辉传奇》中的吴磊等等，这些童星从青春期开始就在人群中充分成长，他们的努力也见证了他们的发展。从影视执行的角度来看，杨紫无疑是片中最好的艺人。众所周知的戏剧化一直处于破败状态。就人体模型与他和罗云熙合作的《香蜜沉沉烬如霜》，现在的剧集和李现的《亲爱的爱过的》，今年的明星剧集《余生拜托》，更多忠告已经吸引了在路人中占有一席之地。沉香如片也在直播中。除了杨紫，与杨紫联手的男主和配角也同样名声大噪。于是杨紫又被冠以盛世男神的称号，谁能和杨紫搭档，谁就能出名。从阶梯式红货男主的体质到不停拍不稳定的模特，可以看出以小明星身份亮相的杨紫在演技和演技上并没有被时代抛弃。外貌，况且纵然自己的盛行，杨紫也毫无疑问的珍惜她自己的羽毛笔和她拍摄的戏剧作品都是著名的艺术作品。今天须可以说兼具实力和盛行。目前杨紫被认为是一流的。如果沉香木如碎片的新传作为上代发展的力量领域，它将为它增添一部伟大的巨作。杨紫现在很可爱，但她也遇到了进步的麻烦。很多人其实都有夏雪的印象，对她的大人工作多少有些漠不关心，但是杨紫并没有放弃任何伪装，利用她的团结扭转了人群的观点，没有一个小明星同时出现几乎和她一样高。用实力说话是童星改变的最好一扇敞开的大门。
现在的杨紫已经是顶级明星了，期待她更好的作品。02沉香如粉花絮出炉，诚意杨紫原台词惊艳，网友直呼期待2番战。最近沉香如屑的热度很高，很多网友都为杨紫和诚意的恩怨所困扰，尤其是天罚的那部分，更是让大家泪流满面。最让人意外的是，沉香如屑的官方居然把杨紫和诚意送上了天堂。杨紫的台词大家都看得出来，在沉香如屑中，杨紫的声音完美诠释了每个角色的情感。最厉害的是，她的皮肤很白很漂亮，而杨紫的配音更是可爱灵动的小妖精，传神传神。因此，一个好的演员必须有演技和台词，这将使观众产生更多共鸣。最重要的是，杨紫的每一句话都是按照她自己的节奏和节奏，让人不用字幕也能听得一清二楚。有时，您甚至不需要阅读这些行，它可以使人们产生相同的感觉。但最让人意外的是诚意，这个时代的演员中，能与杨紫抗衡的演员并不多，诚意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粉丝肯定不少。2位年轻演员同台表演，真的很震撼。杨紫和诚意合体后，爆发出无比的力量，尤其是在刑台上受到刑罚的时候，每一句台词都响亮无比，爆发力十足。这一幕不仅展现了2人的恩爱，也展现了他们的无畏和顽强。这对夫妻的演技真是太棒了，非常酷。最重要的是，他们2个配合得非常好。惩罚台上的场景中，杨紫和诚意商议着如何发挥最大的效果。杨紫的台词更是惊艳，她嘶哑地抱怨着，温柔的绥靖是如此的自然真实，诚意也不甘示弱，用对待爱人的同样目光，让人沉入温柔的土地。诚意的声音简直无与伦比，这个角色的刻画非常完美，没有任何瑕疵。最后，让我们赞美一下杨紫，毕竟我们是和杨紫老师一起长大的。杨紫的台词和演技都很好，根本不需要配音。在天堂的时候皮肤很白，恢复了记忆，但是台词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在梦里，她一句话就能表达3个人的心情。而且在高难度的剧本中，杨紫的台词很有爆发力，她的台词和感觉都很好，甚至可以媲美专业的配音。单是杨紫的台词就足以让人入戏。第1章最后一段，杨紫讲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这应该是个好演员。杨紫和诚意的努力，如果不是你们的努力，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面子和皇帝。你觉得他们怎么样？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03沉香如渣的渣男上线，弹幕热度高，网友称想当他的皇后。像沉香如碎屑这样的电视剧很少，观众对男主的父亲的爱远胜于男主，而轩辕烨做到了，还是诚意做到了。诚意通过他的演技，成功让观众爱上了一个原著小说中不存在的角色。我们都知道，作品《沉香如屑》一经官宣便备受关注，主要原因是他的原著小说有很多粉丝，每个人都期待着自己喜欢的小说的拍摄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惊喜。原著小说的加持可以给作品带来更多的人气，但也有很大的弊端。一旦原著小说当中的经典名场面被删减，或是主线剧情被魔改的话，将会遭到原著书粉的抵制，所以剧本改编也是个尤为重要的问题。可在作品正式上线之前，谁都没想到一个原著小说中从未存在的人物，居然会有如此高的热度。在原著小说中，应渊是天生仙胎，并没有提到背景，而在电视剧中却加入了一段父母的爱情线，而加入的这段剧情让应渊这个角色变得更加立体饱满，他的父母起到了承接剧情的关键性作用。应渊从小便被委以重任，而他所受到的教育是自己的血脉，于天帝而言是一种罪孽，所以他必须用自己的一生来赎罪。那这也导致他从小便养成了疏离清冷的性格，甚至没有知心好友。直到遇到颜旦，他才明白爱情的真谛，而在此之前，世间甚至没有应渊，只有帝君。他的父亲玄烨是修罗族尊长，修罗族的体质使得他们以仙族为食，因此被其他人视作恶灵。虽然他们有着超高的灵力，但却有一个很大的弊端，那就是寿命太短。为了能够延长自己的寿命，玄烨决定去天界偷取法器七曜神玉。
应渊的母亲也有着很强势的背景，作为天界最强女战神上使元尊冉青一直守护着天下苍生，也是修罗族最忌惮的存在。为了能够达成修罗族的最终目的，他们多次派卧底上天，想要盗取法器，可都不是冉青的对手。最后玄烨只得亲自上阵，但他却并没有选择直面冉青的挑战，而是采取了攻心计。初次见面，他便伪装成一个柔弱不能自理的妖族精灵，因被修罗族追杀而被冉青所救，随后跟随冉青一起来到天界。其实这个时候天帝一直劝告冉青要再三调查他的身份，但冉青并未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冉青喜欢上了这个陪伴着自己的少年，并且和玄烨成婚。只是在冉青看来，自己的丈夫并没有任何背景，而是一个在战场中被自己拯救的少年，并且还给他取名叫做慕寒。玄烨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同样也爱上了冉青，只是这段感情并没有动摇他得到三界的信念，于是在冉青不知情的状况下偷走了法器，为自己续上了千秋万代的寿命，也改变了修罗族人的体质。冉青得知真相后，并没有因为对方是自己的丈夫而忘记守护三界的责任，反而穿上军装与之一战。即使他知道自己并不是玄烨的对手，可他依旧选择为了苍生而牺牲自己。但他在临终之时依然表示自己并不后悔爱上玄烨。看着爱人倒在自己的面前，玄烨并没有觉得坚持自己的野心有任何的错误。不过爱人离去也是他无法接受的事实，于是他选择逆转时空，重新回到过去，隐瞒真相，不让冉青有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可能性。玄烨前后有好多次转变，最开始装无辜柔弱，茶里茶气对战神欲擒故纵，一起恋爱时的眼神最开始是有些算计，后来是沦陷，被冉青发现后有些放纵，又有些慌乱，随后立马变成天下尽在我手的从容。冉青死了之后开始转变，通过转息轮时光倒流回到初见，表现出又见爱人的欣喜。而玄烨之所以会选择反复逆转时空，回到两个人最初遇见的那一天，主要是他想要同时掌握爱情与天下，得到天下对于他来说轻而易举，并且在逆转时空之前，他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只是在他意料之外的是冉青的离去。他所希望看到的场景，并不是得到天下后爱人却离去，他希望冉青能够陪伴在自己身边，与他共同开创盛世，掌握三界。但对于冉青来说，两个人的身份永远处于对立面，即使牺牲自己，他也绝不会妥协。于是才出现了他屡次参与战争，而屡次失去性命，然后玄烨反复使用转息轮逆转时空，回到过去。观众给玄烨取了一个外号，叫做渣爹。渣这个字通常用来形容对感情不忠的人，但对于玄烨来说，他对这段感情投入了100%的真心，只是他爱一个人的方式并不正确，他并不愿意为了自己的爱情而放弃野心，这才导致爱人的反复离去。观众在看完父母爱情的片段后，对于玄烨这个角色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在天界面对冉青的一句台词：别再执着了，做我的帝后吧。说这句话时已经经过了多次轮回，冉青都没有选择为爱放弃苍生。不过对于网友来说，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画风。冉青拒绝为爱放弃苍生，可网友却在此时疯狂在弹幕中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纷纷劝说冉青答应玄烨的要求吧，甚至还有网友表示他愿意成为玄烨的帝后。从网友的发言中就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于玄烨这个角色的喜爱。不少观众评价，也许在未来5年，甚至是10年的时间之内，都未必能够再次塑造出一个像玄烨一样的仙侠剧人设。在他的身上有着鲜明的人物特性，我们熟知的仙侠剧人物，要不然为了守护天下苍生而放弃自己的感情，要不然为了拯救自己的爱人，让天下苍生陪葬。基本没有那种爱情与天下都不愿意放手的人，尤其是玄烨自带的渣苏感，让网友颇为上头。不得不承认，诚意将玄烨这个角色演活了。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